爹爹，到底什么时候和父子成亲啊？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啦。再过几天，我去讨一道平妻的旨意，不能让你娘欺负了兰儿。爹爹万岁！爹爹万岁！成婚妻在，我心疼她女子不易，疏忽翻倍，日日为儿女准备衣食。原来她竟是你落了难的青梅外室，连我的亲生骨叔都帮着你们瞒我。姑母，赐我一道和离的旨意吧。可是那2个孩子呢？一个也不要。淑敏，那可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骨肉，你真能割舍吗？姑母，他们是崔家的孩子，崔兄会安置好他们的。我只求和离。想当年，崔慎不过是个寒门进士，你却在王公子弟堆里独独挑中了他。如今他借着你的东风，成了当朝首辅，你反而要和离了。这世上事情如此多变。姑母，可我从未变过，不求夫君名利，但求一心一意。和离旨意这几日就下，你先回去准备准备，和崔家做个告别吧。姑母，我先告辞了。去吧。宝儿，你怎么能爬灶台呢？娘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生火呢，你别来添乱。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少爷和小姐才6岁不到，就冷眼看着他们在厨房胡闹。母亲，我和宝儿想亲手为兰夫指做个寿桃面点，作为生辰礼物。母亲何必一回来就动怒呢？我生辰时，你们不过几句祝语，原来你们是给董兰喜准备生辰礼。看管好他们。是。既然母亲回来了，您的手艺是最好的，可以帮我们给夫子做礼物吗？我从前没有做母亲时，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。2个孩子课上容易饿，茶点要早些备好。仔细这些，别冻着了。给董兰溪祝寿。母亲还有正事，你们喊上厨娘帮忙吧。既然决定放手了，就该让他们成长起来，不然等我离开后，他们在董兰一手底下该如何讨生活呢？这一刻，我的心是真的寒了。小何，进来。夫人的嫁妆分成了3份，1份是在我这里保管着，另外2份是给了大少爷和大小姐。当年崔顺不过寒门狮子，我家从未看轻他。这81台嫁妆够崔家用上3辈子了。你照寻常公侯人家子女的私产份例，将七哥们儿和宝姐那里多出来的列给我，我准备收回来。夫人，给出去的要拿回来，我就要离开崔府了。他俩尚且年幼，手里握着这么大一笔财产，难保不被董兰卫盯上哄骗个干净。从前我陪嫁的仆人，少说也有100人。你说好卖身契，问问可有愿意跟我走的。夫人，这时候突然清点家产，是有打算了吗？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去外面见见大好河山，看看辽阔天地。不论姑娘要去哪里，我会永远陪着姑娘。收起来。我回来了。我在春风楼给你带了点心。这不过是他带着那一双儿女和董兰溪用膳时，席上打包的一道没动的剩菜罢了。路上被同僚耽搁，恐怕是冷了些。你若不想吃，就倒了吧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肯为我用上一点心思，哪怕是残羹暂照，我也已经欢喜极了。既然夫君也说冷了，那小何拿去倒了吧。你今日去见太后了，怎么不让我陪你去？夫君带七哥和宝洁出去玩了，我就抽空去陪姑母聊聊天。2个孩子也都不小了，你事事亲力亲为，我是怕你也劳累了。不过还好，他们很喜欢夫子。还有些正事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多余的清单都在这里了。走吧。哦，把从前我送你的那些贵重物件都拿出来。
今早母亲怎么都不陪我们吃早饭呢？蓝发子常说，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。他是我拼死生下的第一个孩子，那时候崔顺忙于朝政，婆母早亡，这一胎几乎要了我的命。没想到，如今他竟如此瞧不起我。你还小，即便是这些，也比旁人多得多了，要好好保管。蓝夫子说了，这都是我的立身之本。立身之本，他就是这么教你的？怀着他时遇到流民作乱，我在破庙惊恐产子，不仅伤了身子，从此也再不能生育。夫人，账都对好了，东西也都收回来了。可是老夫人留给您的那对红血凤镯，您给了大小姐，但这儿怎么没瞧见？镯子呢？你给谁了？那是你外祖母留给我的东西，说，镯子在哪儿？回夫人，大小姐她送给董兰溪董姑娘了。夫人，我不顾一切留给她的，她竟随手送给那个外室。董姑娘，小孩不懂事，大人总不该眼馋吧？那是王母遗物，还请物归原主。这是宝儿姐送我的礼物，夫人来讨要，算怎么回事？董姑娘，世上宝物皆有出处，以你的微末生身，你敢带着这镯子抛头露面吗？我早就查清楚了，他全族落难没入奴籍，是崔胜把他捞出来的，他根本不敢穿金戴银招摇动势。董姑娘，物归原主吧。你做什么？蓝雨，快来人啊！淑敏，你如何了？蓝夫子和我说了，他是想要还给你的，但你推他下去时磕碎了这镯子。这事儿归根到底是你过了分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。夫人，大人这几日亲自照料，昼夜不分，倒是用心了。崔兄月末是因为落水时没有救我，心里愧疚罢了。奴仆生气都数好了吗？这几年还在府里的共有79人，都是效忠于老东家的。夫人，大少爷和大小姐过来看您了。母亲，您终于醒了。娘亲，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。大少爷、大小姐都下去吧，夫人还要休息。淑敏，那日我下水救了董兰溪，众人都看见了，我决定给他个名分。你进来摆脸色给谁看？要怪就怪你自己。好端端怎么动起孩子的嫁妆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那他今后就不是夫子了，对吗？是，他今后要和你以姐妹相称，但求你不要擅妒欺凌。既然要做妾，就是自己人了。从前的束缚我算了他双倍，便还一半给我吧，也就几千两银子。来人！好，魏淑敏，那我便去向圣上讨个旨意，必要让兰姨做个贵妾，平妻入府。哼！小姐，
喝口水吧。小何，你现在就拿着银票去找伢子买个雅致的宅子。是。东家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最近店里有什么问题吗？以后这家店我接手，有什么问题及时和我说。姑娘是说要收回铺子了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在姑娘手下时，生意倒是更好些。这是东家的那位蓝夫子在我们这里收了不少账，崔大人的意思是就算了。1000多两，董兰溪竟然收了1000多两的账，简直是把这个铺子当成他的庄器了。崔曾说的皆不作数，全都记下，到了日子去找他还钱。那太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我先回了。下人来报，你将那几个铺子都收回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要和我分家了吗？魏淑敏，都相处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如此善妒跋扈。我不过要纳妾，你就风风雨雨，闹得家宅不宁。去，把我的被褥都搬到书房去。收拾好了吗？等过了今日，咱们就搬去新宅子住。来来来，尝尝这个。好，谢谢母亲。母亲，这个好吃。过来吃饭，你清高什么？母亲，父亲已经为庶母请了旨意。我望着这一家人，却从心底里凉到了全身。圣旨到！难道是姑母的旨意下来了，还是崔兄为董兰依请的平妻旨意到了？你跟着我去，好好听一听。等会儿当着公公的面，把你的脾气收起来。蓝夫子要名正言顺的当我们的娘亲了。敕曰：自即日起，魏氏淑敏与崔宋解除婚契，所还聘礼嫁妆依礼清点交割，不得滋扰。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不对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要我们和离？天哪！太后亲自和离，首府大人这是要被休了。嘘，小点声，没看大人脸色都白了吗？魏淑敏，这一刻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从未有过的轻快。臣女魏淑敏叩谢隆恩。崔大人，旨意宣完了，您这一直站着，可让杂事难办啊。崔大人，您还没接旨谢恩呢，莫非是觉得太后娘娘的旨意下错了？臣崔寿领旨谢恩。崔家的2位小主子也谢个恩吧，这旨意可是关乎全家的。母亲，公公，连七哥和宝儿也要接这道旨意吗？魏淑敏，儿女可是你亲生的骨肉，是你10月怀胎拼了命才生下来的。就算是我们和离，你也断不开这份血脉，你当真舍得抛下他们？崔大人，您这就想错了。太后和陛下都说了，崔府的2位小主子可是很有主意的。圣上指明了，这道旨意也得2位小主子亲自接。旨意里写的明明白白，等魏姑娘离了崔府，崔家任何人不可滋扰，不得纠缠。公公，您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不能纠缠？母亲，您不带我们走吗？从今后起，魏淑墨便不再是你们的母亲了。你们接了圣旨，便是签了断绝书。往后若再去缠她，扰她清静，那便是抗旨不遵。谢恩。臣叩谢隆恩。夫人，那是大少爷大小姐天天捧着外室，寒了亲妈的心。你要走？魏淑敏，你当真要走？为了和离，你竟然连2个孩子都能狠心不要？崔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你这副模样做给谁看？从你带那个女人进府的那一刻起，从你想要讨要平妻旨意的那一刻起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小姑娘，首府大人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谁能想到夫人
魏姑娘能请到这种旨意？我拼命生下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到头来竟比不过一个外室的一句软话。魏淑敏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以后想回来，就算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希望你也不会有。大家动作快点儿，这些都是夫人的私产，一片一角都不能给崔家留下。这一走，这宅子怕是要空掉一半了。大人，夫人的马车已经在角门等候了，您不去送送吗？走，让他走，都走。站住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这些东西是崔家的，你们这群刁奴，谁准你们私自搬运的？哟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董姨娘啊！你叫谁姨娘？我是首府府的董姨娘。我家姑娘和崔大人已奉圣旨和离，圣旨上说的清清楚楚，聘礼、嫁鸡礼、清点交割，这些都是从前魏家带来的陪嫁，不论是物件还是人，自然也要跟随我家姑娘离开。那谁来服侍我和孩子？这府里的人呢？这便是董姨娘该操心的事了。走。是。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，走了就永远别回来！兄长，娘亲把人都带走了，晚上谁给我点灯？谁给我熏被子呀？没事的，妹妹不哭不哭，家里还有父亲呢。可是那些银子也是娘亲的。你这傻孩子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怎能一声不吭就搬出来？嫂嫂莫急，喝口茶。我怎能不急？你兄长昨夜才知道这事儿，气得在那书房里摔了砚台，整夜都没合眼。他特意嘱咐我，务必今天就把你接回国公府。淑敏，跟嫂嫂回家。回了国公府，万事由你兄长为你撑腰。淑敏，听嫂子一句话，这绿杨巷再好，终归不是国公府。你兄长气得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说了，只要你肯回去，国公府上下万事有他为你撑腰，绝不叫你受半分委屈。不必了，嫂子，在这儿我有自己的银钱支应，出入有人服侍，离了那深宅大院的算计，我反倒觉得自在极了。你既然主意已定，我便不再多劝。只是临走前，你兄长托我再三向你确认一件事：你和那崔勇当真是断得干净了，生死不复相见。内阁之中，争权夺势本就波诡云贵，向来凶险万分。朝堂上的公事，让兄长自行定夺吧。至于我和他，自圣旨下的那一刻，便已是生死不相干的路人，断得干干净净了。你是个有主意的，我回去把事跟你兄长说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有事就回国公府，由你兄长给你撑腰，记住了吗？嫂嫂慢走，代我向兄长问好。东家姑娘，打扰了。这几位掌柜一听说您要收回铺子，还要亲自清算董兰姨那女人的账，连午饭都没顾不上吃，特意把各自店里的赊账本子都搬来了，请姑娘示下。布庄800两，如意阁1500两，点翠行。3年的时间，这董兰姨竟在我魏家的地界上生生赊掉了1万多两银子。姑娘，她哪是买东西，简直是把咱的铺子当成了他自家的庄匣子，看中什么直接就拿。从前因着崔大人的面子，兄弟们是敢怒不敢言啊。崔崇啊崔崇，你可真是好本事。崔胜虽贵为首辅，可他自诩寒门清流，那点安岳贺定的俸禄，怕是连府里的日常嚼用都勉强。既然我已经搬出来了，这笔坏账自然没有我魏家替他填的道理。杜掌柜，带上人，这就去崔府上门收账。得令，东家姑娘发了话，咱定要让他崔府看看，这债到底该怎么还。这1万多两的真金白银，怕是要生生掏空那位清廉首府的家底了。姑娘，外头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您和崔大人离了心，各奔东西了。这不，镇北侯夫人的帖子就递到了门上，邀您去赴赏花宴。姑娘，您若是不想去，奴婢这就推了。那些个长舌妇聚在一起，准没好话。这头一家来请的，我总是要应下的。我若是不去，
倒显得我魏书明和离之后连门都不敢出了。去备马车，咱们不仅要去，还要去得大大方方的。瞧，那就是魏家那位。哟，咱们的自在人来了，快坐下，大家伙正聊到经理的新鲜事儿呢。魏夫人，您还不知道吧？首府崔家前几日闹出大笑笑，竟然被人堵在门口要账，可不是吗？我听我家那口子说，那是几位掌柜联合起来找上了崔府，带了几10号伙计，开口就要董兰溪还钱。那些掌柜说了，若是不给钱，他们便不走人，就在那大门口扎了堆，引得半条街的百姓都去瞧热闹。那董姑娘呢？她平日里穿金戴银的，总不能连这点银子都掏不出来吧？她自知理亏，手里哪有现钱？听说被堵在院里，吓得不轻，干脆闭门不见，做了缩头乌龟。淑敏，你听见了吧？没皮没脸的东西，离了你，他连那身皮都撑不起来了。这原本就是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。首府夫人的名头好拿，可首府家的账却不是那么好平的。崔府欠我们的货款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崔大人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董兰溪，你在咱铺子里赊了1万两银子，想来账不成？掌柜的，咱家大人没回呢。董姑娘说了，她今日身子不爽，不见客。兄弟们，搬凳子坐下。今日不还钱，咱就在这守法府邸门口守岁。是。瞧瞧，堂堂首府府邸，竟然被商户堵门要债，真是百年难遇的稀罕事。听说那位董姑娘把金银铺子当自家仓库使，这首府大人平日里装的2袖赊账冲牌上呢，原来全靠外事在外头形成。改道，从角门进，快！11300两，董兰姨，你到底是买铺子还是买金山？大人，董姑娘3年来在咱们7家店铺里，大到红珊瑚摆件，小到苏绣丝巾，每一笔都有字据。咱们也是奉了东家姑娘的命，若是今日拿不到现银，兄弟们怕是没法回去了。魏淑敏在时，府中何曾短了你的脚用？你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荒唐事！大人，我以为那些铺子迟早是咱们的。咱们的，那是魏家的嫁妆。把这3年你收的所有书封银子全拿出来，不够的，管家，去把我书房暗格里的积蓄全部取来，平了这笔账，滚出去！淑敏，你真该亲眼去瞧瞧崔慎那张脸。听说他把家底都翻烂了，连那董兰姨藏在箱底的数须银子都给逼了出来，才堪堪凑齐那1万多两。崔大人这下可真是肉疼了，1万多两现银啊！崔大人自诩清流，这一下怕是连养老的棺材本都贴进去了。从前有魏家在后头撑着，他崔顺哪知道银钱的难处，这下换成他自己掏腰包供养那青梅外室，看他心疼不心疼？董兰溪从前吸的是你的血，崔宋瞧不见，如今割的是他自己的肉，他总算知道疼了。嫂嫂说笑了，那是我的铺子，我的银钱，我不过是将原本属于我的账要回来罢了。道得好，我就说咱们家淑敏是有成算的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管他是首府还是宰相，都没脸赖账。可不是嘛，那崔大人平时看着挺体面的一人，没想到家里居然让个外室拿这种账本败家，真是让人看尽了笑话。这种忘恩负义的薄姓郎就该受点报应，若非魏家当年的提携，他哪有今日的威风？瞧，说曹操到，那谁也来了。看来崔大人还真是痴情，离了婚马上就请旨立她为贵妾了。贵妾？我听宫里的姐妹说，崔大人去请旨时，陛下都笑了。陛下说，这人都入府伺候3年了，早就成了陈年废货，如何还贵得起来？从前他参加这种宴会，哪次不是闹着要裁新裙子、打新首饰？若不依他连马车都不肯上。娘亲，你终于肯见我们了。崔小姑娘，不可如此称呼。瞧瞧这孩子，离了魏家，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穿不上了。那董事若真有本事，怎会让孩子出来丢人现眼？娘亲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为什么不要宝儿了？兰夫子还跟我说，是你心狠，把家里的钱全都拿走了，让我们在府里吃苦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拿走了钱，可你记不记得，当初清点宫中财物时，
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份足以傍身的嫁妆。蓝发子说我年纪小，管不住银子，把我的钱都收走了。娘亲，蓝夫子说家里没钱了，我现在连参加宴会的裙子都做不起了。你能不能先给我点银子？不能。宝儿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我若是今日借了你一回，便会有第二回、第三回。从今往后，你的蓝夫子就会把你当成讨钱的筹码，养着你，求着你来找我要钱。只要你还姓崔，只要你身边还跟着那个女人，我1分钱都不能借给你。说实话，是不是那个女人教你过来找我要钱的？母亲，您……舒敏，那头有桩顶要紧的事儿，得请你过去商量商量，别在这耽搁了。兄长，娘亲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？你这傻孩子，刚才差点就心软了吧？我拉你走是有正事的。嫂嫂多虑了，我有数，有数就好。你刚才在那儿应付崔家兄妹，可注意到镇北夫人一直在看你？嫂嫂，看我的人多了，今日这场和离后的首秀，若没人盯着，反倒奇怪了。旁人的目光那是看热闹，镇北侯夫人的目光可不一样。你可知道，镇北侯的那位幼弟徐怀杰，至今还未娶亲呢。徐家那位，当初他母亲大长公主还在世时，最疼这个小儿子，说他身子骨弱，一直让他养在佛前清修。那相貌那人品，在京城里是顶好的。他想看看我这个弃子之母，是不是真的能对那2个孩子撒得开手。若我今日对崔宝儿有一丝心软，怕是就要被侯府踢出候选之列了。不了，嫂嫂，我不愿二嫁，这事儿也实在太快了些。淑敏，哪有什么快不快的？在这京城里，女子总要有个归宿才好。你要知道，以你的家世，国公府的千金，又是太后的亲侄女，便是二嫁也多的是高门大户争着抢。当年若不是你和崔训那桩亲事定得太早，恐怕你早就被指给徐怀钰了，何至于受这7年的苦？嫂嫂的苦心我明白，只是如今我刚得自在，不想再入樊笼。瞧，小何来催了，咱们该回席面上了，免得叫人起疑。姑娘，又是镇北侯府送来的。这3个月里，他们家的帖子落得比秋天的叶子还勤。魏夫人，我家夫人说了，明儿府里办插花雅集，特意嘱咐一定要请到您。这3个月又是雅集又是赏酒，镇北侯府这是真盯上我了。收着吧，明日去瞧瞧。哟，这不是那位董夫子吗？如今倒是摇身一变成了董姨娘了，教书教到主子床上去，这本事咱们可学不来。听说前阵子还因为偷赊人家原配的账，被债主堵了大门。我是首府大人请旨立的贵妾，你们贵妾？这京城里谁不知道你是怎么上位的？连咱们这些做妾的都觉得你脏了这地界，更别提那边那些正经夫人了。血泪垂世啊！哪来的安杂味儿？这侯府的雅会，真是什么不干不净的妾室都能进来了。入府3年的外室，还有脸谈贵，连带2个嫡出的孩子都沾了一身狐媚气。兄长，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蓝夫子？以前娘亲带我们出门，大家都是围着我们走。夫人，这是饶恕你。
舒敏，说句真心话，这京城大大小小的世家女子，我见得多了，唯有你这份从容气度，这份进退得体的分寸，才配得上我徐家的门楣。那不是首府大人吗？怎么亲自来接妾室了？瞧那脸色，倒像是来捉奸的。崔公子，您这是干什么？魏淑敏，你3天2头往镇北侯府跑，当真是连脸面都不要了。崔大人，你挡到我的路了。你别给我装！京城都传遍了，镇北侯夫人有意为你指亲。崔大人，你挡到我的路了。你别给我装！京城都传遍了，镇北侯夫人有意为你指亲。这才和离了几日，你就要嫁人？你当真就这么迫不及待，想给那2个孩子找个后爹吗？崔大人，我与你早已和离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我便是要嫁，又与你何干？姑娘，您瞧他那副样子，哪还有半点往日首府大人的清高样？这眼下的青黑，怕是成宿的合不上眼吧？魏淑敏，圣旨说得明白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崔大人，你来纠缠我是要抗旨吗？松开！魏淑敏，你当真以为镇北侯府是什么好去处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的身子当年生宝儿受了损，这辈子都不能再受孕了。天哪，这等隐秘之事，崔大人竟当众说出来。除了我，这京城上下，你还能嫁给谁？崔佑，你说出这种话，你还是人吗？魏淑敏，你绝了嫁人的心吧！你跟我回家，我们重新来过。你走了以后，七哥连饭也吃不下，宝儿更是每晚都哭。我也……崔叔，我17岁嫁你为妇，那时候你只是个寒门进士。这7年，我为你操持内宅，为你生儿育女，甚至差点死在床上，我没有功劳，难道连点苦劳都没有吗？你3年上进了内阁，3年前就开始算计，把董兰依那个外室偷偷养在外面。外室还不够，还要弄进府里，让我日日看着你们朝夕相对。3年前就养着了，那不是还在夫子任上的时候？堂堂首府竟如此糟糠发妻，真叫人心寒。崔勇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结发妻，可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个人看？原来你竟然早就知道了。你当这京城的人都是傻子，还是当我是个睁眼瞎？这魏姑娘真是好气，好气度。感谢夫人错爱，淑敏受宠若惊。魏姑娘，你……各位，淑敏今日在此声明，我魏淑敏已自立门户，官府手续齐全，此生终身不嫁。日后魏府开府设宴，还请各位赏脸光临。不，淑敏，你不能走，你跟我回去。放肆！来人，拦住崔大人，莫要惊扰了贵客。魏淑敏，姑娘，咱们回家。走吧。大人，咱们该回了，风凉了。你嫂嫂回去跟我说了，我还不信。你这宅子虽然精巧，可哪有国公府舒坦？兄长，我在这里住的心安。淑敏，我说我和你嫂子也没得罪过你，你怎么就躲在这里不回家呢？京城里那些唾沫星子能淹死人，你是嫌哥哥护不住你？兄长，我不想再嫁一次，更不想再换一个男人去服侍。
回了国公府，我终究是待嫁的女儿身，女子自立门户，名声上固然艰难些，但我能做的事也多了。我只想为自己活这一回。原来你是在打这个打算。罢了，既然不是心血来潮，那我也放手让你去做。你且记着，哪怕你自立门户，你也是我魏国公府的亲妹子。崔宋敢欺你，魏家必让他百倍偿还。淑敏多谢兄真成全。吉时已到。姑娘，这字写的真有气势，不愧是您请托太后姑母，求了皇上亲自赐下的御笔。放炮！镇北侯府贺礼到，如意一对，古砚10场。魏国公府贺礼到，黄金1000两，明珠10户。魏夫人，恭喜开门立府，往后这京城里谁也不敢小瞧了魏府的门楣啊。夫人谬赞，里面请。薄酒一杯，不成敬意。姑娘，您快看，那是大少爷和大小姐，怎么就2个人走着来了？崔家的人都死绝了吗？去跑一趟崔府，既然孩子在这里，总要让当爹的知道在哪儿接。母亲，我们特来祝贺。娘亲，我请了京城最好的匠人，把它修好了，真的修好了，对不起。世间再好的宝物，碎了也就不值钱了。有些东西强求缝补，也不过是留个念想罢了。崔少爷、崔小姐，我已开门立府，今后便叫我一声魏夫人吧。娘亲，你别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董姨娘她变了，她对我一点都不好，她把您留给我的好首饰、好绸缎全都搜刮走了。我爹整天只知道在书房喝酒，他根本不管我们。娘亲，我院里原本10几个伺候的，现在只剩2个丫鬟了，连热饭都不给我端，还敢克我的月钱，欺负我。娘亲，你要替我撑腰啊！娘亲，你要替我撑腰啊！宝儿，别说了，别在这儿丢人。母亲，魏夫人，我们兄妹走了很久的路才到这儿，能让我们进新府里坐一会儿看看吗？去，搬2个凳子，让他们在影壁后面坐下。哟，这不是首府大人吗？怎么，您这是上哪儿找孩子？找到了咱们魏府门上。崔大人，既然来了，就顺便带走你的儿女。我倒是想问问，崔大人平日是如何看管家中子女的？2个不到10岁的孩子，身边竟无一人跟随，当街乱跑。若是走丢了，或者遇到歹人有个3长2短，崔大人，你如何担当得起？你这个当爹的，难道只是个摆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说蓝房子好？是谁闹着要她当娘亲的？如今怎么又不争气了？一个个偷偷摸摸跑出来见她，你们是想告诉全京城，我崔家离了这魏府，连2个孩子都养不活吗？够了，当初和离主要问题在你，你又有什么脸面责怪孩子？带着2个孩子回家去吧。魏淑敏，从前人人都说我是寒门进士，说我高攀了国公府，我承认，我存了私心，我就想要越过你家，想要证明给你魏家看。淑敏，你信我这一回，我是真的悔了。淑敏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魏淑敏，魏淑敏。东家姑娘，您让盯着的那几家当铺果然有了动静，董事派人分批把这些东西给死当了，老奴花重金全给您买回来了。这不是大少爷生辰时您亲自选的那件吗？还有这赤金项圈，这可是您留给大小姐的嫁妆啊！看来我当初的叮嘱，他们是一句也没往心里放。这种成色的东西都拿出来变卖，看来董兰依也是当无可当了。姑娘，您是不知道崔府现在乱成什么样了，说来听听。
自打您把大半人手撤走，崔府不仅没钱添新人，反倒为了省口吃的，把原本剩下的几个粗使丫鬟也给打发了。如今那偌大的首府官邸，冷清的像个荒宅。那董事平日里挥霍惯了，现在又要维持官家的空架子，又要应付日常嚼货，急得直跳脚。我听外头的小厮传说，契哥儿和宝姐儿因为饭菜减半，正跟那董事吵得面红耳赤呢。预料之中。夫人，小的方才出去转了一圈，听闻京城各家世家府邸这几日都默契得很。怎么个默契法？凡是崔府递过去的拜帖，各家主母一概回绝，要么称病，要么出城礼佛。总之是谁也不肯给崔府下帖子了。大家伙都是聪明人，崔府现在是个什么烂摊子，谁不知道？这时候请董兰姨过府，那是怕她出门打秋风，借着交情讨要银子呢。崔仲清高了一辈子，如今倒要陪着那外室尝尝没钱寸步难行的滋味了。啊，淑敏，那董兰姨现在被崔慎掐断了所有进项，听闻在府里已经开始变卖压箱底的物件了。这种人急红了眼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你可得千万当心。我知道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何况是他这种心术不正的。嫂嫂，还得劳烦你多帮我盯着点崔府那边的动静，尤其是他。你放心，我拨了几个妥帖的人守在布衣巷附近，只要他敢惹祸，绝逃不过咱们的眼。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。魏夫人重心资助，实乃书院百名寒门学子的救命恩人啊！山长不必多礼，淑敏资助书院，不仅是为了这百名士子，更有一事相求。夫人请讲，莫说一件，10件老朽也应得。我要这书院打破旧例，开设女班，招收女学生入学。谢夫人。是书院的世子。谢夫人。姑娘，这人瞧着前弱不堪，怕是饿极了。咱们抬进去吧，安置在前院客房。是。魏夫人救拔之恩，学生没齿难忘。若非夫人资助，学生此时怕是已回乡务农，断无机会再读经史。你们几人的文章，我与王先生都看过了，资质皆是上乘。日后入了考场，务必全力以赴。若是有人能得中进士，我自会修书一封，引荐给我兄长魏国公。谢夫人提携，学生定不负所托。夫人的远见与慈心，实乃这京城寒门学子的明灯。还钱！那1万两银子是我家倾家荡产凑出来的，你说能保我兄下官复原职，结果呢？他昨日在狱中畏罪自尽了。放手！哪来的疯子？首府府门前也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滚远点！咱们姑娘什么身份，能收你这种脏钱？你收了钱却不办事，我已家财散尽，走投无路了。既然不给活路，那咱们就御状上见。淑敏，你那前夫家这回可是出了天大的乱子。崔成，他位居首府，能出什么大事？不是他，是他那个心尖尖上的董兰姨。那女人胆大包天，背着崔成收了外地官员几万两的贿赂。几万两？他怎么敢？要说他也聪明，旁人哪敢想出这法子？他收了案钱，却压根儿不办事，仗着崔树的名头，以为那些人敢怒不敢言。起初确实没人敢告首府，可他这回踢到了石板，遇到了个家财犯尽、走投无路的人。那人全家都没了，直接拼了老命把这事儿捅到了御史台。多谢嫂嫂。哎呀，若不是嫂嫂肯帮我留意着他，提前派人在那苦主上告前先刺破这事，给了官家台阶下，恐怕这回真要酿成祸及全家的大罪了。你这人啊，嘴上说着断得干净，再也不管了，但总归还是看顾着那个孩子。若不是你提前布线，这贪腐的火怕是要把他们也烧成灰。崔气和崔宝宝的事，我是下定了决心不会再沾手。
但我也绝不会冷眼看着董兰一害死他们。那是我的血肉，不能被那种女人带进火坑。那董事平日里就大手大脚，穿的是苏绸，戴的是赤金，收了外地官成千上万的贿赂，竟还觉得是寻常小事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还有董兰溪，他在我面前嚣张得很，说我是个下人，不配和他说话。他以为崔仲是首辅就能遮天，可他忘了，崔仲最看重的是他那清流的名声。臣弹劾首辅崔窦，纵容家眷收受巨额贿赂，败坏朝纲。荒谬！本官清廉一事，府内账目向来清白，尔等血口喷人，可有证据？崔大人，此乃董事藏于枕下的受贿账本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你背着我收这种丧命钱！大人，我也是为了这府里的开销啊！大人救我！救你！你害死我了！拿纸笔来，我崔栋今日便休了这毒妇！大人有令，这种祸家殃民的罪妇，崔府留不得。听说崔素被贬后，家中无人操持，最近正急着给2个孩子找继室。他怕孩子没了娘，自己又要当官又要带娃，忙不过来。以他的手段，总能寻到。那可未必。上回镇北侯府的事儿闹得满城风雨，谁不知道他宠妾灭妻，家产被搬空？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哪怕他还是4品官，也多少都看不上他了。谁愿意去跳那个火坑？总有人会看上的。那你呢？你打算就这么守着这宅子过一辈子？我什么？你兄长给我下了严令，他说了，你现在自立门户，外头盯着你的饿狼猛虎多的是，你必须找个人入赘魏府，否则他就要让我卷了铺盖住在你府上不走了，直到你点头为止。姑娘，这王公子住进咱们府里快半年了，除了读书便是帮咱们整理账目，倒是个极安分懂礼的人。与其让兄长随便塞个人进来，倒不如选个知根知底的。魏夫人，王公子，我兄嫂逼我招婿入赘，不知公子可愿屈就？若是夫人不嫌弃在下落魄，王某心甘情愿。原本听舒敏说要找个借住的世子，我还有些不放心。今日一见，虽说是无名之辈，但这容貌气度确实不俗，倒像是那佛前供着的青莲，不俗气。既然你瞧中了，他也愿意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你兄长那边我去分说。户籍已过，从今往后咱们便关上门过日子，外头那些纷扰再与我们无关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姑娘，王姑爷，你们猜猜外头现在把崔府传成什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那首府不，那崔大人娶继室的事儿，怕是彻底黄了吧？可不是，去所原本都谈妥了那6品官员家的嫡女，人家虽然不乐意，但好歹看在他是4品官的份上，没说死。结果呢？结果董兰姨临走，把崔家最后的底裤给扒了。那是。那董事被休的时候，心一横，居然把崔府宫中的银钱地契，连带着崔大人书房里值钱的物件，一股脑全都卷跑了。崔叔，崔叔，你来看看我！大人，救我出去！我错了，我把钱都还给你。钱早就被你挥霍干净了。董兰姨，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，就是信了你那几句软话，你毁了我的家，毁了我的前途。崔少，
你别走，你救救我！晦气！这女人听说生前还是首府家的，首府家的又怎样？死了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姑娘，董兰依死了。死了也好，干净。崔大人，不是老仙不尽力，人家姑娘家里说了，您这官虽还是4品，可府里这窟窿大的能掉进人去。人家嫁女儿是来享福的，谁乐意拿自家厚厚的嫁妆来填您崔家这无底洞啊？条件可以再降，只要对方性情温良，能照看好2个孩子，家世门第，我不在乎了。姑娘，您听说了吗？那崔大人如今可真是低声下气到了泥土里，没人跑遍了半个京城，最后竟然给他寻摸了一家商户的姑娘。商户之女，可不是吗？奴婢真是不由得替他。从前太后的亲侄女，如今竟落到去求寻商户女，这身价可真是一落千丈，丢尽了清流文人的脸面。他守着那劳什子的清贵门槛，兜里没钱也没用，吃喝拉撒应酬往来，哪样不要银子？那商户姑娘怕是看中了他的官位，可以后的日子有的受了。他该谢谢这姑娘。若没人带着嫁妆进门搭救，他那崔府怕是今年夏天都熬不过去，早晚得溺死在水火之中。首府大人的皮相就是好使，哪怕穷得叮当响，商户家那小娇娘还是一眼就相中了。魏夫人，您听说了吗？崔家那位商户既是和离了，原本那夫人我也见过，虽出身低些，倒真是个和气人。还不都是那位崔大姑娘闹的，仗着自己是太后的外侄孙女，性子高的没面儿，从来不肯给继母面子。那是崔家的家务事，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不是，毕竟血浓于水吗？各位不必试探，我与崔求的那2个孩子早就签了断绝书，如今更是毫不相干。姑娘，别哭了，听说魏夫人当着众人的面说了，跟您毫不相关。不，我是她的亲骨肉，她怎么会让我以后一个人面对这些？魏夫人，如今全京城谁不知道云启书院那是您一手拉不起来的，现在连宫里的贵人们都想把孩子送进去。您看我家那小，只要能得先生一个青眼，多少书生我们都愿意。书院收人全看文章，我不便插手。各位请回吧。姑娘，听闻镇北侯府出大事了，那位几年前在佛寺闭关清修的徐公子，出关日子到了，人却不见了，侯府上下正疯了一样找呢。佛门清修之人，缘分到了自然会出现。魏夫人，我也想进云启书院读书。进书院读书，这些事应该是你父亲操持。父亲说，学问在于自身，不必破费去求那昂贵的名额。这倒是和你从前说的金银是身外之物，不谋而合了。我知道错了。我从前只见父亲暗伯劳形，以为他才是家里的天，如今跌进泥潭里才知道，原来只有母亲才是家里真正的倚仗。回吧，天冷了。母亲，书院的事便算了，那是求您的，但这食盒，这是我和宝儿亲手做的糕点，特意做给母亲的，您收下吧。收下吧。姑娘，大少爷走的时候，那手都被门夹青了，还死死护着这食盒，说是他和大小姐亲手给您做的。如何？夫人盼了这么久。从前没吃上的时候，日思夜想，如今吃到了，也不过尔尔，竟没什么滋味。淑敏，你怎么了？小何，快去请大夫！哎，恭喜夫人，贺喜郎君！夫人这并非报慌，而是有喜了。有喜？可
我当年的身子受过大损，大夫都说我绝了严嗣的指望。夫人的身子受孕确实比寻常人难些，但有这位郎君肾气充盈，耐心固本培元，这几年下来，慢慢也就滋养好了。这几年，我与他虽然不算清汤寡水，但从未想过还能有自己的骨肉。舒敏，既然有了孩子，有些事我不能再瞒你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一辈子和你过下去的，但有一件事，我要向你坦白。随我去个地方。不成，三公子，是三公子回来了，快去禀告夫人！你这狠心的孩子，几年前说是去佛寺闭关，却生生断了消息。你可知你兄长找你找的都要疯了？嫂嫂恕罪，当初那桩亲事本是怀约心头所向，却被崔树从中搅股。后来听说舒敏和离，并立誓终身不嫁，我唯有下山亲自护她。好孩子，原来你们竟转了这么大一个圈儿。嫂嫂，舒敏已有喜了。好，太好了，这简直是大长公主在天有灵。怀介，既然回来了，这魏府的入赘戏码便撤了。我会向圣上陈证，迎舒敏正大光明入我徐家大门。兄长的安排，怀姐心领了。但我既然以王介之名入赘魏府，这婚书便不改。孩子两头算谱，但我依然要跟舒敏回魏府生活。你可是皇室血亲，难道真要委屈自己做个赘婿？人若心不在一处，荣华富贵也是委屈。我在魏府方是自在。舒敏，我瞒了你这么久，你可生气了？你以为当初我为何会选你这个刚好昏倒在我家后门的穷酸世子入赘？那你既然早就知道我是谁，为何当初在后门不仅没把我赶出去，还主动提议让你入赘？当初你刚进府时，太后姑母怕我被来路不明的人骗了，非要替我把关，我便让小何偷偷画了你的画像送进了宫里。我自幼便被送往佛前清修，京城里认得我这张脸的人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可太后姑母偏偏是其中一个，她老人家亲眼见过你，画像一递过去，她便什么都明白了。这哪里是什么穷酸世子，这分明是镇北侯府家那个宝贝疙瘩。徐公子都不介意入赘委屈，我自然不介意你出分高贵。当时年少匆匆一眼，便上了心。后来得知你已定亲，我又恰逢母丧守孝，这一耽搁，便是好些年。姑娘，姑爷，咱们到家了。姑娘，这崔大少爷的文章写得再好，也是那家人的。您竟然还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把他掺进这些寻常学子里送过去。云起书院收的是才学，不是恩怨。能不能通过先生们的法眼，能不能走上仕途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。我不再沾手。夫人这般做，已是全了最后的慈悲。若他连这匿名一关都过不去，那也怨不得旁人。崔子崔气，今日拜别，魏夫人。大少爷走了，那头磕得真重，青石板都响了。走吧，路是他自己选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恭喜徐三爷，恭喜魏夫人。镇北侯爷在圣上面前请了旨，念在大长公主血脉份上，赐魏婉小姐为郡主。恭喜徐三爷，恭喜魏夫人，恭喜郡主。姑娘，
咱们悠悠是郡主了，这可是头一份的恩典。随了我的姓，却得徐家的阴质，这孩子倒是个有福的。长兄对当年的事总觉愧对于我，这恩典是他替我给你我的保障。这日子怎么过？10个人挤在这巴掌大的地方，连个转身的空都没有。大人，你好歹也是4品，难道就不能买几个像样的使唤人？住口！如今我只是个闲职，那点俸禄还要养活你们一大家子，哪来的银钱买人？爹，这里的屋子又小又潮，我晚上都睡不着。咱们什么时候搬回首府府啊？首府府，那是你们亲手推开的富贵，如今能守着那几个田庄地契活命，已是老天开恩了。唉，姑爷，听说前2日放榜，不应校那位大少爷又落榜了，这都第2次了吧？我看过他的卷子，字里行间全是急功近利，笔力虽然尚可，但心思太杂。他从云起书院出来后，倒是比从前用功，日夜苦读，说是想考个功名回来见我。他想考得功名来换你的谅解，却不知这在意2字最是磨人，越是拼命，越是事与愿违。崔大人当年为了个外事，自毁长城，崔家祖坟那点子青烟，恐怕早就被崔宋烧得一干二净。你这样胡乱驳我有什么用？这篇策论的破题偏了。过来，我教你如何引经据典。教我？你拿什么教我？教我怎么从首府跌成4品闲职吗？放肆！我当年是正儿八经的3甲进士，论学问，这满京城能指点你的人没几个。父亲，你我出身不同，你当年是寒门翻身，可我呢？我本该是魏国公府的亲外甥。若是母亲还在，若不是你当年色令之皇非要宠那个外室，我何至于要靠这种没命的科举去谋个差事？只要舅舅点个头，我早就入仕了。你这个势利的小畜生！去年我落榜后，偷偷往国公府递了名帖，自称是国公爷的亲外甥。你知道舅舅怎么说吗？你竟然背着我去求魏家！舅舅让人传话，说魏家从没听过什么姓崔的外甥，连大门都没让我踏进去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崔大人，这已经是老身能许诺到最好的了。人家姑娘虽是小户人家，但胜在踏实，不嫌弃您家现在的境况。小户人家，这种相貌寻常、家世寒酸的女子，也配进我崔家的门？你连师都没有就说不配？你如今连个功名都没有，还当自己是首府家的公子吗？父亲，我自小见的是京城名媛，哪怕落魄了，眼界也还在。那种庸粉俗物，多看一眼都脏了我的眼。崔七，她是我的贴身丫鬟，你竟然让她怀了孕！不过是个下人，有了便有了，有什么好叫嚷的？混账！你正在议亲，竟然闹出这种丑事！你让你妹妹以后怎么出门？你让全京城怎么看我崔家的门风？门风？这家里还有门风吗？分家，把他的东西都扔出去。从今日起，崔家没你这个儿子。魏夫人安好，郡主安好，不必多礼。娘亲，这位姐姐为何一直盯着我看？这就是魏府的大小姐吧？那谁家的大姑娘，穿的这般寒酸，也敢来魏府的宴？若非魏夫人垂怜给她下了帖子，她这身份哪能进得来这儿？拜见魏夫人。听闻你定亲了，去取来。这些是你当初在崔府被董兰姨拿去变卖的东西，我念在往日，替你赎了回来，一并带回去吧，就当是最后的一点情分了。姑娘，前些日子崔大人为了这门亲事，在咱们后门守了3日，想求见您一面商量商量，您当真一眼都不看他。商量？
无非是想借我的事给那孩子挣个前程。既然已经断了干系，面就没必要见了。全京城都知道魏家不认崔府的孩子，那些公侯人家一听崔家大姑娘的名声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最后崔大人没法子，只能把她许给了他的一个同僚家。那是崔宋自己选的路，也是那孩子该受的果。听说了吗？那崔大姑娘定的是刚中的举人，说是要去北边极荒寒之地做献秤。北边？那一走山高水长，这辈子怕是都回不了京城。娘亲，刚才那个姐姐拿了那么多漂亮宝贝，为什么还哭得那么难过？因为她要嫁人了，嫁人就会伤心。你这傻孩子，那崔家大姑娘是远嫁苦寒之地，自然是要哭的。不过夭夭不必担心，你与她不同，你是大长公主的血脉，是圣上亲封的郡主，你不用嫁给别人。不用嫁人吗？对，将来你是要招骏马入府的。骏马？娘亲，为什么要是马？我不想要小马。你听听。爹爹，可算散了。当年那个芝兰玉树不可一世的首府大人，竟被内宅那些碎银几两搓磨成了这副落魄模样。近来吏部忙着擢备官员，闲职京官要与地方官员轮换了。这时候各家都在暗暗使着劲儿呢，唯恐倒了霉，被一纸公文打发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去。像崔大人这种没背景又被冷落的，怕是夜里都睡不着觉。我不想再听他那套陈词滥套了。那让他走远些吧。走吧。淑敏，魏夫人，且慢。这就是我当年弃如敝垛的妻儿，这就是我曾经触手可及的荣华。